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被制衡，中国投下赞成票，为何很多人没看懂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在美国的支持下，列支、敦士登等57个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要求制衡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议案。近日，该项草案被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，中国代表投下了赞成票。该项决议规定，联合国安理会在发生投否决票的情况下，联大主席应在10个工作日内举行大会辩论，对动用否决权的情况进行审查。过去5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之后，是不需要向联合国大会做解释的。现在，联合国大会将会对动用否决权的情况进行审查，而动用否决权的国家可以优先在随后的大会辩论上发言。该决议的拟定方认为，这为有关国家提供了解释相关情况的机会。可以这么理解，过去5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可以非常横，投完否决票，这事儿就结束了。但是以后就得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辩论。虽然否决的决策不会被改变，但是别的国家可以骂你。要注意，美国推动这项联合国议案的背景是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，就是想限制俄罗斯频频动用否决权，否决针对俄罗斯的谴责和经济制裁。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，一向骄横惯了的美国，未来在联合国会议上遭到谴责的机会可能更多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蒋华在联大通过否决权问题决议后呢，在其解释性的发言中说，列支、敦士登等国在加强联合国系统议程项目下提交决议，表示旨在让联大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授权，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，为有效的多边主义做贡献。基于中国对联合国大会作用的一贯立场，我们能够理解并认同这项决议的出发点。蒋华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，中国理解并认同这个决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为什么又要投下赞成票呢？这项草案不是在美国的指使下推动的吗？其目的不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吗？其实这就是民心所向，是联合国改革使之变得更为合理的重要一步。我们不能以动机来否决议案的合理性，站在其对立面就是与绝大多数国家对抗。在历史上，动用否决权最多的就是美国和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，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苏联和俄罗斯一共动用过143次否决权，美国是使用否决权第2多的国家，一共用过83次，而中国只使用过18次。如果说这项决议会打击到联合国5常的一票否决权，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打击可以说是最严重的。中国一直在动用否决权的问题上非常谨慎，我们不怕增加一道联合国大会解释和辩论的程序。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经常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，曾经数次未经联合国授权侵略主权国家，以后同样会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。当然，俄罗斯呢也面临着这一问题，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并没有联合国的许可，也是事实。不过多了一个讨论程序，并不影响俄罗斯和美国以后会经常动用否决权，但是其国际信誉可能会严重受损。我们必须要注意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一次议案上往往是抱团的，以后很可能会在一些攻击中国的议案上搞事儿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国际上多交朋友，也要有更好的外交技巧。一场辩论大会对大家都是公平的，使用否决权的国家还有优先发言权，只要不违反联合国宪章，根本就没必要担心这样的议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俄罗斯在这次投票中也是投下了赞成票的。
不是俄罗斯不知道这个议案是针对他自己的，而是他们不愿意以全世界为敌。何况这样一个议案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限制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